感谢各位新老朋友的支持。蛋，你好，我是一个42岁的中年妇女，都说40不惑，最近却陷入人生的迷茫之中。我从小就在一个父母关系很不和谐的家庭中长大。我6岁时，父母就问我想和爸爸还是和妈妈在一起。年幼的我自然2个都想要，他们最终为了我勉强在一起了。家庭氛围毫无意外的压抑和冰冷，一个常年饭局不断、醉醺醺回家，又在当地某界就是某一个工作的这个领域呼风唤雨、颇有威望的老爸，一个总在无条件付出却永远得不到爱的老妈，让我的世界很拧巴。我恨我妈不争气，做不到自强，委曲求全，也在心里默默发誓不要变成她。我从小就想，既然你们给不了我一个温暖的家，那我靠自己努力去得到吧。但是我的方法那么幼稚可笑，我12岁离开家去了寄宿学校，13岁早恋之后，我都是按照同一个标准在挑选男朋友。你的方法是这个是吧？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和我组建一个温暖的家？的方法就是从13岁开始给自己寻找一个温暖的家，是吗？天哪，姐妹儿不妙啊，确实很不妙啊！我不停的恋爱，不停的换男友，很多人被刷掉了，我也不记得我交过多少个男朋友了，因为不可能有这么一个完美的伴侣。我从13岁找到了28岁，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我累了。最后嫁给了一个我觉得还算差不多靠谱的人。再后来我们结婚10年，虽然有些争吵，日子还算平静，有个安稳的状态，日子就这样平淡的过了10年。这期间我也找到了我爱好的手工，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小事业。虽然没有挣到太多钱，但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10年后，我老公说想去外国发展，我没有考虑太多，就和他一起出国了。在国外的前3年，我没有任何的社交，只是埋头的做手工，但是却发现这跟我之前的生活越来越远，语言不通。更可怕的是，我们还在这边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不到1年，我老公就出轨了，和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网友相爱了。在我看来，这所谓的爱情那么的可笑，甚至有杀猪盘的嫌疑。这次的经历击碎了我一直以来的人生目标，组建一个温暖的家。我知道这个目标有多么的没有意义和荒谬，但我无法回头了。闹了半年多，我老公消停了，日子照样过，但我的心正在慢慢死去。我知道要重新调整我的人生方向，我努力的调转船头，甚至考了个研究生，并且顺利毕业了。但是毕业后我还是很迷茫因为我已经偏离太远了。什么叫偏离？哪儿？方向本来是哪儿呢？我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走，我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走，你不知道，但是我没有力气了。你有，你就是力气太大了，姐妹儿，你就是力气太大，把特方向错了。现在我做什么都没有意思，我不知道该怎么让自己变得有力量起来。但我的人生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我知道你肯定会说不是，预判我，再预判我不理你了。但是走下去的动力要怎么才能再找到？谢谢你看完我混乱的表达，不混乱啊，表达的很清晰。也谢谢你给大家带来的温暖，祝你开心，祝你自在。谢谢你啊，姐妹儿，哎，我的天，欢迎大家啊！传说中的牛翠翠，你们自助购买吧。我先跟这个姐妹聊会儿。是这样啊，不是，这明明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我以前引用过一个名人名言，就是人有2次生命，当你意识到人只有1次生命的时候，你就拥有个第2次生命。我以前引用过，我忘了谁说的。你看你40多了，然后一直以来有一个人生目标叫组建一个温暖安全的家，在40多岁的时候被击碎了1次，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意识到人生可以开始了吗？然后你说我的心正在慢慢死去，在我看来其实是你早就死去的心应该活过来了呀。你的心在我看来12岁的时候就死掉了，行吧？你的心不是现在死的，你的心是你12岁离开家去寄宿学校，13岁早恋那一年你的心就死了，或者说6岁的时候就死了。爸爸妈妈问你想跟爸爸还是妈妈，你不让他们分手，让他们勉强在一起，然后你13岁就开始挑选男朋友，想给自己找一个温暖的家。那个时候你那个小心就死了。在你42岁的这一年，老公出轨杀猪盘，这个时候不就应该他死而复生了吗？结果你说你现在才是死，这会儿才是活，向死而生啊，姐妹啊，这会儿才是活，好不好？看你这个智力呀、能力呀，或者说对他人就是基本的生存技能和善良的心啊，什么都是完全是很高的水平啊，所以不太明白啊，为什么非要有这个温暖安全的家？还安全吗？还温暖吗？一个貌似温暖安全的家，岂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温暖、最不安全的地方吗？啊！如果你从小的经历就是爸爸常年饭局不断、醉醺醺，妈妈得不到爱、委曲求全，你不就应该知道这种貌似温暖、貌似安全的家是世界上最不温暖、
最不安全的地方吗？姐妹儿，别人不懂，你还不懂吗？咱从小还没见过吗？咋自己又给自己组建了一个呢？又给自己组建了一个这个表面温暖的家呢？别人不懂，你还不懂吗？你没见过吗？啊，我觉得这姐们是哪个方面都没啥问题啊。你说是做个手工啊，自己突然考研还又考上了，然后就要再勉力维持这个貌似温暖的家，然后问我走下去的动力要怎么才能找到？你得走下去啊！我没觉得你想走下去，你现在只是想把这个貌似温暖的家维持下去、维系下去，你没有想走下去，你没有想把自己的人生走下去，你只是想把一个幻觉维系下去。我不知道一个人应该用什么样的动力把一个幻觉维系下去，但如果你要问我走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呢？你就问问自己的心，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出来就好啊，好吧，好吗？这位姐妹儿，我觉得你应该听得懂吧？这个你这人生阅历啊，你这经过的事儿，你应该知道我在说啥吧？不啰嗦了，你应该听得懂。哎，不想展开说，展开说都是眼泪。你们还想听吗？这没啥，不想展开说了，累呀、疲惫、伤感，买点牛脆去吧。哎呦我的天，想听？哎，这个姐们是给你们描述一下啊，她的人生大概是这样的：6岁那年，爸爸妈妈要离婚，她不干，爸爸妈妈呢就没离。没离的时候呢，没离以后呢，就是貌合神离。她从6岁就一直看这一出貌合神离，看到了12岁，她自己重新表述。他的回忆的时候说，他自己做了一个选择去读寄宿学校，但是有生活经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一个12岁的小孩应该是自己说了不算的吧，去读寄宿学校，应该就是他爸他妈他们一家3口合谋把这个影响家庭分开的坏分子给他送到寄宿学校去了。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有点被抛弃的感觉了，然后他就有点被抛弃的感觉了。到了寄宿学校呢，他现在美化自己的记忆，他觉得这是他自己主动选的，说我就是应该自己要去那个寄宿学校。其实他自己心里也知道，就是爸爸妈妈就本来就不想在一起，他在家看着，逼着他俩在一起，最后一家3口一种合谋，他就去寄宿学校了。13岁那年，他就在那种被抛弃的感觉下，就觉得不行了，家已经没有了，我要给自己找一个家，就开始不停的找男朋友。这个姐妹说，她从13岁找到28岁，数不清的男朋友，想找一个真爱，想给自己找一个温暖的家。这期间受了多少情伤，不忍心想，不敢想。想想就头晕，放弃了以后呢，在28岁这一年挑了一个还算靠谱差不多的人结婚了，也就是说不是很爱的人结婚了，也就是她现在的老公，过得还行，过了10年啊，看起来是平凡和谐稳定的婚后生活，给自己也找了爱好手工。她也没有谈过她的经济状况，我听下来感觉她经济状况是不错的，她有闲时间去做手工是吧，找自己的兴趣爱好，觉得这个日子嘛，混混也能过。38岁这一年，这个姐妹在38岁这一年，她老公突然说想去国外发展，姐妹呢也没有太多思考，说行，就跟老公来到了国外。在国外的3年，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人生，生了一个孩子。半年前发现老公出轨了，跟大洋彼岸的一个人网恋了，闹挽回，继续把这个日子糊弄着过下去。挽回以后呢，现在正在过，但是跟我说，怎么感觉偏离了我人生的目标啊？我不是应该有一个温暖安全的家吗？我现在偏离目标了，我活得好失败呀，我该怎么走下去呢？就这么个故事，你说这有啥好讲的？我给你讲一遍，大概听明白了吧？就这姐妹她就是比较惨，哎，你说她一天都没为自己活过呢，也不为过啊，基本上就没为自己活过吧，基本上就是为了一种幻觉中、幻想中的关系而活，为了一种童话般的关系在活。你为了一种童话般的所谓的相亲相爱的稳定的温暖的安全的不会被抛弃的那种关系去活去追求，追求到的就是伤害，追求到的就不是一个温暖安全稳定甜蜜，追求到的就是伤害。为什么？因为你最早付出的就不是爱，就他最早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他也不喜欢人家呀，他也不爱人家呀，对吧？那怎么办呢？这不早早晚晚的事儿吗？还好没孩子，有孩子已经有孩子了，在国外生的。我说明白了吧？这还用我再说吗？其实就是我给你讲一遍他这个故事，你听他写嘛，你听不明白，我给你讲一遍你就知道这故事咋回事了，就是这么个故事，还用分析吗？这没啥好分析的，很伤感啊，很伤感，非常伤感，是很伤感的故事，不想分析了。姐妹儿，你要再看的话啊，42岁还不晚，可以为自己活一下，支棱起来，学会爱自己，学会找到自己的人生。一个温暖而安全的家，只能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东西叫温暖而安全的家。说就是像那个喜马拉雅山一样，说那儿就有8848米，那儿有一个温暖而安全的家，我爬上去，那儿就有，不是的啊，这个逻辑不是这样的，逻辑不是这样的，对，
底下的朋友说的挺好，对不对？温暖而全的家，哎，我就一直不倾向，就是一直不推荐大家把这个当做人生的追求。该来会来的，你先把自己的人生活好，好吧？或者说你拥有了这个爬喜马拉雅山的能力，不对，喜马拉雅山怎么爬？珠穆朗玛峰，对吧？你要拥有个爬这个珠穆朗玛峰的能力，可能你在大马路上走，该碰上就碰上，就不用非得爬那个大雪山。你非要爬那个大雪山，你上去以后可能发现大雪山上啥都没有。好吧，欢迎大家啊，点关注吧。这怎么第一封信这么沉重啊，姐妹儿？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就很沉重，很伤感，因为很典型，太典型了。啥？蛋总，2周前我在朋友圈看到我男友的婚礼照片，昨天检查出我怀孕第37天，我该怎么办啊？连续2个狗血剧情洒落在我身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什么玩意儿？详细一点，朋友，没了吗？你这更恐怖啊！啥呀？啥玩意儿？展开说说呀！这干什么？这听不懂呀！啊，这事儿该问我吗？这事儿不应该问问你这个所谓的男朋友吗？问问他，震惊了呀！问问你这个所谓的男朋友啊！哎呦我的妈呀！但内耗了很长时间，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投稿。今年28，毕业了就回到老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从高中上到研究生一直是自己做决定，工作了也是自己住。父母能力有限，也帮不上什么忙，工作学习一直顺风顺水，唯独感情，去年才开始交男朋友。第一段维持了1个月，经朋友介绍认识，他带我见了父母，他父母只想着我带来的价值，和他在一起很开心，但对我不好。我想过分手，但是想着年纪大了，要不就凑合。后来他提了分手，伤心了2-3个月。第二段维持了2周，没那么喜欢，而且我们是异地。我提了分手，1个月后又陷入了思念，但我不知道这些该和谁说，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是不是谈不了恋爱了，就适合一个人生活。但有时候真的好孤独，我不喜欢一个人。以后你们这个谈3段恋爱以下的，然后有问题，就是有这种疑惑，说我是不是不适合谈恋爱的，一律就再给我谈10段，再给我写信啊！这没什么好回答的，这不一共就2段吗？怎么就再也谈不了了？再去谈个3段，再感受一下。完了，别刚认识1个月就见父母啊！给你点小建议啊，姐妹儿。啥呀？啊？刚认识1个月就见父母啊？干什么？打个欧啊！欢迎你们。但我跟你讲，我上个月认识了一个同单是啥意思？男生，啥意思？我俩无意中认识，因为他的微信名是我单的歌名，偶像。同单是一起追一个偶像的人是吧？我就问他这个名字是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他说是，他很喜欢这个歌。我问那你也喜欢这个歌手吗？他说喜欢。一来二去我俩就聊上了，但是并没有加微信，我俩在另一个视频软件上聊的，就这么聊个1个月。我也偶尔去找他说话玩，还去找他玩，还给他送点小零食。就在昨天，一个女生要加我微信，我同意了。她说那个男的是她男朋友，我当时就懵了，赶紧给那个女生道歉。我每次读到这个当时就懵了，我就想起徐志胜的每一篇稿子里都有这个词，我当时就懵了，我当时就懵了，赶紧给那个女生道歉。我说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有女朋友。那个女生也没说什么，就是希望我能把聊天记录发给他。我给他截了这个几天的记录，上个月我说已经删了，就没给他。但你知道我有多崩溃吗？知道。我觉得我对那个男的是有好感的，又觉得他也有好感。我俩相处1个月，没有微信，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就是互叫网名。然后就算在手机上聊天，也没有什么越界的地方。就是我偶然搞抽象发疯，他也不懂我的抽象。我还问那个女生，我说20岁了，对象都没谈过，先遇上这事儿了，我这应该不算小三吧？给那个女生发完聊天记录以后，我就把这个男的都拉黑了。其实我觉得可以做朋友，没必要拉黑，毕竟是又一想，如果这男的是好人的话，一开始我俩交朋友的时候就应该说明白，我也有原则。有女朋友的人了还一直跟我聊天，我一急就把他拉黑了。直觉告诉我他俩应该是分手了。干啥？你想加回来是吗？蛋啊，我这不算小三吧？开导我吧。你不会是想加回来吧？啊，姐妹儿，你这个语言的流向我不是很喜欢啊，你这个语言的流向是很想把它加回来，我感觉别加回来啊，加回来你会后悔的，别加回来啊，写作业去吧，对，好好学习吧。欢迎大家，感谢各位。这有几个都是给我整 emo， 第一个姐妹给我整太 emo， 咱们看看有没有这个轻松一点的，离这个情场远一点。我离这个情场我先远一点啊，咱们找一个职场的看看。你好，我有一位老同事，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联系，因为第一份工作环境比较简单，同事之间建立的关系也很单纯，都是一起吃苦走过来的难姐难妹，所以我们关系都很好。即使大家后来辞职换个工作，
在新的岗位上遇到个困难还会彼此帮助。这位小姐姐有时候也会打电话给我讲专业上的困难问题，不知道因为这个小姐姐的语言表达一直都很生硬还是怎么了。总之有时候明明是她来找我探讨问题，却表现得非常的不客气。人倒是善良的人，所以我没太在意。你怎么知道她是善良的人呢？毕竟工作这么多年，自认为也见过很多人了，语言生硬但人品不错的人也有很多，我自然把她归类为这种人。行。但是前不久我想报名一个考试，他有经验，我问问他报考相关的事儿，他态度非常傲慢。他说：“你家没联网吗？你不会上网自己去查吗？”即便是我问了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也不觉得他应该这样的态度。我难道不知道上网能查到吗？那你为啥不自己查呀？过去我都很耐心跟他讲话，现在他反过来这样对我，我也不想理他了。最近他又微信发我，说我在吗？人呢？我又应激了，到现在还没回复。我不想给对方再次伤害我的机会，但我经常自省，会不会我太敏感太小气了？蛋哥，你也是见多识广阅人无数的人，牢房帮我把脉，感谢感谢。你俩就把那个微信互相就是那个啥啊，也不用拉黑，就少联系就完事儿了，不用把脉，没啥好脉，没什么脉好把的。你俩不合适，不合适，这脉有什么好把的？这一天咱们人生可以过得很简单，不要把它搞得太复杂，行不行，朋友们？你不联系不就完事儿了吗？在吗？不回不就行了吗？人呢？不回不就完事了吗？啊，再烦你你就说在家上网呢，我家连上网了，我在家上网不就行了吗？为啥非得联系呢？啊，推荐是别回，非要回的话，人呢？说我在家上网呢，最近家里刚通网，上网查资料很难吗？这个生活很简单的生活，非要搞得这么难吗？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莫名其妙。蛋总你好，我是一个28岁的未婚女性，最近感觉有些迷茫，工作在私企。但很稳定，也做到了中层，琐事较多，已经进入瓶颈期，一时半时职位上不会有突破。情感上有一个年纪相仿的男朋友，事业比我还稳定，我们已经到了快要结婚的阶段，但是最近我们陷入了瓶颈，会有一些分歧。他更倾向于立业成家先赚钱，我更倾向于成家立业。那你们就没有到快要结婚的阶段，姐妹，是你以为你们到了快要结婚的阶段。显然这个男的没觉得你们到了快要结婚的阶段，先分清楚什么是你的观点，什么是事实。这个世界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好吗？上来就给我有幻觉了，我们已经到了快要结婚的阶段，谁跟你到了快要结婚的阶段？人家这不说的挺清楚的吗？要立业再成家，因为感觉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很怕我过了30岁就不想再结婚了。真的吗？你怕的是这个吗？你应该怕的是过了30岁他就不想再结婚了吧？怎么还跟我不说实话了呢？你怕的是这个吗？我不信啊，给我写信老实一点啊，这个谎言一眼就能看透。其实我知道我们会结婚，你哪知道？你怎么知道的？但是我确实不想太晚再结婚生子，但是明年结婚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存款，所以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沟通。他忙于事业，很大程度上会忽略我的感受。我太计较的话，俩人都累；不计较的话，我会想七想八，夜夜失眠。由于性格的问题，我身边的朋友男性居多。恋爱以后呢，为了避嫌，社交也变得少了。我是一个很需要见面的人，但是现在一周见不了几次面，我有点焦虑和烦躁。工作和感情都不咸不淡的，会有一些生活没有奔头的感觉，怎么办啊？奔事业怎么办？奔事业，职业上会有突破的。你不想着结婚了，你职业就突破了，好吧？去奔事业吧。都这么多幻觉啊，姐妹儿，不光骗我，还骗自己。其实我知道我们会结婚，但是我确实不想太晚再结婚生子，骗自己的。但是明年结婚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太多存款，你这逻辑都不通啊！你前面你自己说你倾向于成家再立业，完了要结婚嘛，你又嫌人家没有太多存款，啥意思啊？你不是嫌人家，你意思就是担心这个男的会嫌自己没有太多存款，意思说呢，哎，你一跟他沟通说咱们结婚吧，那个男的就说啊，不行不行，我没有太多存款，所以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沟通，是这个意思是吗？如果连这个事儿都沟通不了的话，你觉得你们这个婚能结成吗？结成的话，他这都不能沟通吗？那你们平时都沟通啥呀？这好不好吃？你们平时都沟通啥呀？这都不能沟通吗？好好工作吧，好好赚钱吧。这边建议是寻求一个职业上的突破，我相信你职业上会有突破的，好吧？好不好？哎呀，这姐们是啥呀？这个姐们啊，哎，我说的凶残一点吧，哎，我说不说？就当我猜错了吧，我再乱猜啊，就当我乱猜吧，就当我小人之心吧，就当我嫉妒。我感觉呢，你啊，姐们儿，你应该是已经感觉到这个男的不想跟你结婚了。我感觉你已经感觉到你的这一位男朋友已经不想与你走入那婚姻的殿堂了，你不愿意面对这一现实。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我希望我错了。
我希望我是嫉妒的，我希望我错了。我的推荐就是好好追求自己的事业，特别想结婚呢。你刷到我这个直播的时候，你现在就去把直播关了，就去问他说我想结婚，结不结？结不结？不结，不结散了。这边的建议是这样的，感谢大家，感谢关注。我来投稿了，一大早我要 emo 了，我可能要失业了，因为我朋友是3+1，什么意思？4，而我每个月陪着他，会给我发固定的工资啊。就在今天早晨，他决定和对方分开。如果分开了，这样的话就没办法继续给我支付工资了，所以我要失业了，有一种公司倒闭了的无力感。本来还想拿年终奖的，这下好了，提前下岗。其实我想说，可不可以等过完年再分开，让我拿个年终奖，好好回家过个年，可以啊？他是那个甄嬛身边那个，是吗？是这意思是吗？大概是这意思是吧？是不是大概这种感觉是啊？你还要拿年终奖？我的天，还想干什么？震惊，啥意思？我感觉我没猜错，我感觉那个底下这个很多朋友也猜出来了，大概就那意思吧，就是对，哎呀。天，你们看看这弹幕，下面这好多人都说的，我觉得就那意思。你看看下面那个刷的，对，这不很多人在刷吗？不予置评吧。哎呀，找个班上吧，还是好不好？咱们找点正经工作上一上。哎，你好，我身份比较特殊，我是30岁离异单亲妈妈，女儿2岁，我是独生女。我父母在我高中离异，目前呢也分别再婚了。目前我在大公司做程序员，养活家人呢还是可以的。经济负担但是有一点吧，不重。所以我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看重灵魂的契合，就是互相不用多说就能理解。我找到了这个人，他是南方人，家族做生意，也是独子，估计也有一些传宗接代的压力吧。在海外工作，工资还蛮高的。我和他2个人聊天都很轻松，做到了男友的默契。他因为有焦虑症，所以很珍惜和我在一起的这种轻松感。我们家庭情况呢，互相都知道。有一天他说觉得他父母可能会不同意，一瞬间我觉得挺难过，因为我心气儿高，同时我也知道他大概率无法说服他父母，我也不想他因为和我在一起把家里人得罪了。我要不要及时的分手，还是再相处一下，有点侥幸的心理。我确实很珍惜这种默契，很喜欢和他相处，他也喜欢我女儿。我本来说可以做朋友呀，他说和有的人是不能做朋友的。其实他说的这些我最早都能预料，是我太贪心这种默契就同意在一起了。但是他说过这种父母可能不同意的事情不止一次，也许他也担心。哎，我都不想看了，他的父母是他的保护色啊，你的笑是你的保护色，他的父母是他的保护色，纯借口啊，不想往下看了啊，让他哪儿玩会哪儿待着去吧，海外工资高让他海外待着去，你好好照顾好女儿，自己再找一个。啥呢，哥们儿，这出来混这说话这么哎呀，可以这么聊天吗？我说明白了吗？听得懂吗？这父母这个挡箭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用了，姐妹儿，就用的得心应手啊。他的父母就是他的保护色，每当他想消失在这片大森林里，每当他想消失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的时候，每当他不想再被你找到他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父母可能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哎，看不见我哦，不是我要跟你分的哦，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哦，大概这么个感觉吧。你好，蛋总，想投稿一下近期困惑的事儿。我和初恋现在谈了快4年了，他现在大4，我们异地，寒暑假和放假我们就天天黏在一起，4年如此，每天十分腻歪，彼此都很喜欢。But 8月份我跳槽到另一家公司，遇到了一个十分心动的人，赶紧分。我俩算是同一批来公司的，也是同一个部门，交集挺多，就是他整个人性格一举一动都是我的菜。行，后面是啥呢？中间夸的就跳过了，后面呢？可是我的道德在不停的 cue 我，注意分寸。几次喝酒的时候，我忍不住会说一些奇怪的话，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我对象，一边喝酒一边看着对象，也是在提醒我自己，现在我是一心动就十分的愧疚。分了不就完了吗？12月底我要去参加对象的毕业晚会，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你给他一个惊喜，你让他度过一个难忘的毕业晚会，让他真正的毕业，让你对象真正的走入社会，让他真正的领教一下什么叫做寒冷，什么叫做残酷，什么叫做成人的世界。毕业晚会的时候说那个不知道你们那什么流程啊？老师说某某同学的女朋友也不远万里来到了我们毕业晚会的现场啊，让我们把这个冲牙器交给某某同学的女朋友，请问您有什么话要跟你最爱的他说吗？同学们好，老师好，你好，我想别人。这冲牙器非常方便，便携的，有个小包啊，很好用。后面我还要看吗？虽然对象对我来说依旧充满了吸引力，可是我觉得我也应该找个时间和他坦诚的说一下有心动的人这件事，然后分手。
分手后，其实我也不一定会和心动嘉宾在一起。我觉得我和对象都要冷静一下，专注自己的成长、事业发展。但是也不一定了，不想这些有的没的了。想问一下蛋总，我和对象坦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刚演示过了，就毕业晚会说是最合适。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出来这么残忍的事儿呢，就现在说，不要等到毕业晚会了，不要再给他美好的记忆了，姐妹儿。如果你们4年的感情对你来说还是个东西的话，如果你想起这个男孩的话，不想每次他想起你的时候都心碎痛哭的时候，不要去参加他的毕业晚会了，不要再给他任何美好的回忆了，就现在说清楚就好了。听劝啊，可别再说我心软，哎呀，他毕业晚会那么重要，我一定要去。你可别，你消停了吧啊，别去了啊，你去打个电话就完事儿了，好吧？你去的话就太过分了，姐妹儿，你听我的，你别一时心软，说我不得不去。去了之后吧，就你这个德，喝2口酒，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你肯定会跟他说的。你就算不说，他也会感觉到的。千万别去了，你就赶紧打个电话跟人说清楚就完事儿了，好好分手啊！你又如何知道你的对象没有变心呢？有时候不要太自信，放彼此一条生路。蛋总经常看你的小卖部，是我的电子不过分，决定来投稿，跟姐妹们分享点小感悟。我23岁，和前任谈了3年。双方见过家长，家长也见过面了，目前已经分手快半年。分手的导火索是他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滴滴滴滴是啥意思？我有点颠覆，滴滴滴滴是啥？但当他妈妈在我面前说他儿子只是没有边界感，不懂拒绝，而且反问我谁谁谁不像小孩的时候，像不像个小孩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完了，踩着大雷了。我知道这个女的是谁不重要，有几个也不重要，他们发生过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态度，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诚恳的道歉。她的那句和我在一起有点累，更是显得格外刺耳。我很难形容当下的感觉，好像人性就是可以瞬间颠覆的。原来那么相爱，现在瞬间陌生。在一起了3年，我脾气变差，她的情绪稳定也是一种漠视。姐妹们警惕！有次参加他朋友的婚礼，大家都知道他离婚了。什么呀？这么复杂吗？但是班主任不知道，无心的说了一句：“谁谁谁是我们班结婚最早的。”当时大家都尴尬的看向我，我窘迫的想离开，但他想留下。我说：“那我先走。”他见我生气，也没送我，我自己坐地铁回去。我也没明白自己在生气什么。分手后，我和我爸谈了一次，这件事突然跳出来，我开窍了。原来我生气的是，他心里从来没有我。我爸说，如果你早告诉我这些事，我一定会插手，不让你谈。对呀，爱我的人怎么忍心让我受委屈？后面还有这么长，姐妹儿还没放下。第一次去他家，他爸妈没有给我红包，他后来解释说父母没在意，忘了。卖房买新房，骗我只卖100万，要他家出首付，还要我白纸黑字签纸条。我们中间分手再复合，瞒着工友和我两头骗，导致工友生日没请我，却被他一面说辞是朋友不想请我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最纯的爱给了最渣的人，我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对他唯有真诚。可是他处处玩手段，心思缜密，权衡利弊，精于算计。也许自私就是他的底色，这些事儿冒犯我，也拿捏我会原谅。还没放下吗？还要说这么多他的不好吗？都是我对他的滤镜太重了，我以为他不会咋样，可是人心怎么会是我以为呢？还有这么多吗？分手后我一直在领悟，大家不是一路人，对待世界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走散是注定。现在没有怨恨，没有怨恨吗？我只想好好爱我自己，别人都不重要。最后希望蛋总给我一点小建议，分享一些实用的信息给姐妹们，也算是我积福了。就是不要再想了，就是这还没有怨恨吗？这不全是怨恨吗？啊，这么多细节，满满的怨恨，给我写这么长，赶紧开始下一个啊！这不全是怨恨吗？太多怨恨了啊，姐妹儿，太多怨恨了。太多怨恨了。你好，李诞哥哥啊，我看到最近你读的有一个正能量的男生说了他和女朋友面临彩礼的问题，他的处理让我感觉到真的是有通情达理的人家呀。我的经历刚好和他相反呀。我爸妈离婚，我是单亲家庭，我跟爸爸妈妈重组家庭，生了个弟弟。我的爸妈很爱我，父亲在市中心买了房子无贷款，现在是他住。妈妈给了我一套老破小，我一个人现在住老破小。亲戚介绍，不是你在说反话是吗？你在阴阳怪气是吗？你说我的爸妈很爱我，然后你紧接着举例是爸爸在市中心买了个房子自己住，妈妈给了我一套小破小，我一个人老破小，我一个人住在老破，你是在阴阳怪气是吗，朋友？还是你啊？亲戚介绍了一个男生比我大4岁，31了，家里着急结婚，我们
认识1个月就来催着订婚，我挺喜欢那个男生的，他会给我做饭，认识1个月就上家做饭去了，给我平平淡淡安稳的生活。这1个月就上家做饭可不够平平淡淡啊，这1个月就咔咔做上饭了，这就有点那个挺刺激的了哈。后来我们谈到彩礼，我家要20万彩礼，然后爸妈让我全部带回小家，我爸再给我20万当嫁妆，一共40万带回去过日子啊，那是挺爱你，应该是吧？是这意思是吧？你是还是想证明真的爱你是吧？房子也不要他们买，就让他们家装修我住的这套房子，他们家觉得彩礼高了啊，他们一般就给个6万6，可能前男友去争取了一下，他们家给10万加3金，剩下10万和装修他自己想办法。我说剩下10万可以去借，给我爸一点面子，然后我拿到了就给你，你去赔了就行。他每月工资18000，也不稳定啊，工资18000不稳定，可能觉得压力太大了吧。我们平时基本没有花销，都在家吃饭，也不知道哪里去玩，每月谈情恋爱，不是每月谈情说爱吧，谈情说爱的钱也不超过1200。他说压力大，这18000啥意思？要减少出去玩的频率，这18000、1200嫌多还是咋的？怎么了？我听完心里不舒服，我觉得我的父母倾其所有都是为我，他们家还这样，他自己可能也不是很爱我吧，所以提了分手，最近有点难过，但我也觉得我提分手没问题。这18000，这压力是谁给的呢？这18000的1个月挣18000，哪来的压力呢？你这个哪来的这么大压力啊？啊，这你爸还要给你20万，然后对面再给个10万。30万啊，还有个房子，这就有压力啊！我的天，这跟我理解的世界不太一样啊！18000说不稳定，感谢大家，欢迎各位点点关注吧。